被困在了高海拔的无人区，一个非常小的失误就有可能是致命的危险。克鲁已经被困在了什哈拉山2天了，现在的海拔是5068米，温度也非常的低。这个位于地球北部的大山吸引了很多的探险者。克鲁来到这座山是为了寻找一种花，据说这种白色的花只有高海拔的地区才会出现。由于现在温度太低，雾气太大，现在克鲁需要建造一个避难所。什哈拉山的夜里非常的寒冷，并且会有猫科类的野生动物出现。克鲁随身带了一个书包，书包里面主要有2种工具，一把斧头和一个组装锯子。他现在准备利用现有的工具建造一个小木屋。对了，如果同样是你在这里迷路了，只让你带2样装备，你会带什么呢？说带房车的同学请自动闭麦，然后睡觉。如果可以开房车，我也可以在这里居住很久。在这种树林当中，其实有着很多的致命的危险，因为现在外面海拔非常的高，并且温度也很低，很多的树木看起来没有事，但是实际上这些树木已经枯萎了。克鲁找来了很多树木，继续搭建他的避难所。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温度就会迅速上升，而太阳下山的时候，温度又会迅速的下降。这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这个森林里面特别克鲁找来了很多的苔藓，他利用苔藓去填补他庇护所的缝隙。克鲁认为他这个庇护所简直是无敌，三角结构加上苔藓密封，就等于黑科技的保温庇护所。这种框架抗风能力可以提升50%，而苔藓的微型气孔能锁住80%的热量。这个天然隔热的庇护所可以让室内外的温差达到25度以上，但是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门。克鲁需要把门现在尽快建造好，如果没有门的话，不仅不能保温，并且还有可能会被野生的猫科动物袭击。接下来，克鲁就要展示他在特种部队中学习到的暴力美学。他要表现的是徒手劈柴。知识点来了，克鲁知道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，并且温度极低的情况下，很多的木头都已经空心，只要用手往地下用力的摔，就可以把木头分开，这样既省时又省力。打火石是克鲁随身携带的装备，他利用打火石把火点燃。当火点燃之后，他带出了随身携带的食材。劳动之后，克鲁觉得吃一顿丰盛的晚餐是非常幸福的。这一顿简单的晚餐其实藏着生存的智慧。碳水化合物维持体温，蛋白质修复肌肉。如果说是你的话，经过1天的劳动，最累的时候，你想吃的梦想晚餐是什么呢？晚餐过后，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。这个3平米的空间要对抗什哈拉山-20、-30度的温度，极寒的天气有可能会让猫科动物出来觅食。夜晚即将来临，温度越来越低，克鲁也回到了他的庇护所。克鲁也知道，真正的寒冷应该是在凌晨3点左右，只要他能顶得过去，他相信他明天一定可以寻找到那朵白色的花。